男人将手放在眼前的石棺上，竟发现上面有着自己皇室独有的标志，于是他划破手指将自己的血按了上去，没想到下一秒开关被成功激活动了起来。而当他看清楚石棺中躺的人时，他却瞬间瘫软跪倒在地。原来此人正是他的父王祖金，而他手中的那面铜镜也瞬间引起了央泽的回忆。在他小时候，父王曾送给他2面铜镜，分别叫做大团圆和小团圆。这只有大小团圆在一起，才是真正的团圆。每当大小团圆相互靠近，便会发生神奇的反应，这样就是团圆啊！而他父王手中的这面是大团圆。当央泽伸手去抚摸大团圆时，竟无意间触发了石棺中的隐藏机关。下一秒，石棺周身瞬间喷出许多沙尘，眼看麒麟被沙尘困住，央泽连忙将他拉住，结果2人都被沙尘吸了进去。他们顺着石棺中的密道一直滑了下去，最终来到了另一处密室。2人本想从大门出去，却触动了密室的机关，瞬间无数的暗器向他们飞来，他们只好一边躲避一边应对飞来的暗器。而就在这时，麒麟无意间触发了另一个机关，终于关闭了刚才的暗器，而密室也亮起了火苗，瞬间灯火通明。此时的央泽才发现眼前花床上躺着的是自己的母后，央泽心中的悲伤情感再也无法控制，没想到他死去的父母都葬在这里。他母后手中也有一面铜镜，这是小团圆。央泽伸手去碰小团圆镜，没想却打开了出去的机关，连拳赶紧放出回声锁链，想让他们赶紧抓住离开。可就在麒麟要带央泽离开时，他却始终不愿离去，他还想多陪自己母后一刻，于是松开了麒麟的手。当麒麟出来后，还在懊悔自己没有抓住央泽，却不知央泽已经知道了出来的办法。母后对不起，央泽不孝，父王到最后都没有看到彭玉的大团圆。孩儿这次一定要拿走小团圆铜镜，孩儿是玄奘王的后人，一定会完成的。父王的心愿，守我玄奘百姓，护我玄奘太平。说完，央泽就拿走了小团圆镜，而他也通过小团圆镜来到了麒麟他们面前。面对众人的关心，央泽还沉浸在刚才的悲伤中，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要拿走大小团圆镜，因为这是夺取岩土灵的关键。央泽来到石棺前，取下父王手中的大团圆镜，接着他将大小团圆镜互相照映在一起，2面铜镜忽然发出神奇的光芒，下一秒一团金色的东西就飞了出来。麒麟一眼发现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岩土灵，麒麟见状赶紧拿出容器将岩土灵收了进去，而岩土灵驱走后，祖金仙王也彻底消失了。女孩拿出一块3棱镜放在阳光下，本想欣赏它散发出的美丽红光，却无意间发现远处的海面上竟凭空出现一座神秘岛屿，这让女孩瞬间惊喜万分，因为这就是她一直寻找的岛屿，只有找到岛上的真言之泉才能解开她的身世。于是她立马来到海边，释放灵力铺出一条冰路，然后顺着冰路向岛屿跑去。等来到岛上时，神鹰却觉得这里十分奇怪，因为这里明明有人生活过的踪迹，却看不到一个人影。但他也没多想，眼下最关键的就是找到真言之泉。随后他找到了一处神秘洞穴，怀着好奇心走了进去，发现洞穴中有棵小树下面躺着一个小孩。神鹰连忙上前向他打探真言之泉的事，可小孩也只是听大人们讲过真言之泉中有水妖的故事，可真言之泉具体在哪他也不知道，但他可以带神鹰回家，或许他父亲知道真言之泉的消息。神鹰听后十分激动，总算有了继续查下去的线索。就在他们返回的途中，神鹰遇见了麒麟，神鹰还好奇麒麟为何也来了这里，原来是霓虹将神鹰的去向告诉了麒麟，然后麒麟乘坐苍雪之牙来到了岛上，在得知麒麟也是为了寻找真言之泉而来，神鹰决定和他一起寻找线索。随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小男孩的村子。神鹰突然发现白天这里空无一人，到了晚上人全都冒出来了，好像他们的时间是昼夜颠倒的。虽然小孩父亲热情招待了他们，但对方一听说他们是来找真言之泉的，便立马转变了态度，让他们赶紧离开，不要再寻找真言之泉。2人还想追问下去，不料男人突然发生变异，看着这样子实在怪异，2人决定先离开。神鹰发现这里的人都是晚上活动，白天休息，于是趁天黑再出去寻找真相，却发现了之前遇到的村民变成了半人半兽的怪物，对着自己的同类互相残杀。2人决定跟踪他，或许能找到真言之泉的下落。到了白天，阳光一出现，男人说话的特征便慢慢消失了。麒麟这才发现此人就是小男孩的父亲，而对方好像对昨晚发生的一切毫无记忆，可他们还是没有发现真言之泉。神鹰猜想这里很可能是被结界笼罩起来了，所以才一直找不到真言之泉。于是麒麟拿出灵气向空中砍去，果然打破了隐藏的结界。等他们回到村子，却发现所有的村民全都变成了半兽人。就在他们要解决这些怪物时，5度王绝缝魂突然出现，缝魂让他们不要伤害这些半兽人，他们并没有作恶。神鹰也说出他们寻找真言之泉的来意，缝魂觉得是神鹰他们破坏泉水造成了村民的混乱，于是让他们赶紧离开。神鹰见对方不仅没有解释，还阻拦他们，于是立马放出了灵气碎天罗，并将他当面打碎。缝魂想要阻止，却已经为时已晚。这碎天罗飞了出去，瞬间破坏了保护岛屿的结界。眼见对方犯下大错，缝魂这才解释了一切。原来这些村民都是岛上的普通人，因为突然受到了诅咒才变成了这个样子，而缝魂设下结界都是为了保护他们，不让外界打扰到这里的村民。泉水被封印，整个小岛就恢复安宁的假象，但现在封印被解开了，村民们又将陷入到混乱之中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把泉水再次封印，但我没有想到结界竟然被打破了。神鹰这才发现自己不仅做了错事，而且再次被骗了。原来4度王爵将这个碎天罗给了他，说是可以帮他对付棘手的敌人，却没告诉他这碎天罗其实是一体双生灵兽。碎天罗，一体双生的灵兽，他们生来就有2只螺壳，共享一个宿主。因为他们生来就是双生的，所以当其中一只螺壳被打破的时候，寄居在里边的灵兽会不顾一切阻碍冲到另一只螺壳里面。所谓的不顾一切阻碍，就是包括任何结界。雷亚就是利用神鹰打破碎天罗，让另一只回归时冲破了岛屿的结界。神鹰并不知道这碎天罗的作用，都是他因为在意真言之泉才被骗了。于是众人商议一起重新封印结界，几人来到岛屿外，一起将灵力传给缝魂。缝魂对着岛屿开始布下结界。就在他们以为岛屿已经平安无事时，却没想到岛屿的结界正在快速缩小。缝魂拼尽全力想要阻止岛屿被结界吞噬，可结果还是没能救下岛屿。泉眼已经彻底被破坏，岛上无人幸存。知道了。